大伯军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胡金司拜了大司马，接管了内外兵权，下令全城宵禁戒严，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啊！大变在即，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。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太等了。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了。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30%了，大约还有70%还在路上呢。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，若真动起手来，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，未必能拦得住他。你说呢？奉萧山营大帅，阻辽军军令，所义务戒严，市民人等不得出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都头，我混出去看看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止步！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！就地格杀！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。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移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吗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的。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吧。此人也忒无礼了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地呀。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。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。那我自家也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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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大帅，不可啊！大帅，这儿的兵权交给你，天亮之后，若我还没有出来，即刻进剿。若到时候我死了，便替我报仇；若我还活着，便先杀了我。我钱弘处断然不做质子。大帅，你们都先退下。元清兄，钱弘处在此，请赐一剑。你在此候着，用不了多少时辰。诺。你也出去候着吧。
还是这般不爱讲话。汴梁一别，九郎君倒是无恙。元清兄此来，究竟带了多少人啊？10万大军，九郎信吗？当年都不会信，更何况今日。3000甲士，九郎信吗？当年或许会信，可今日不信。500老卒呢？九郎信吗？信。这些人现下何处？你到此处来找我，便是为了此事。伯夷吾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，洪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。洪处是来议和的。议和？为你我？为南唐？亦为吴越。我虽行走于南北，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地盟之权。元清兄受命于谁啊？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？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。福州之战，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，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。若迎其还乡，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，都是一桩大人情、大功劳。贵国列祖皇帝时，你我两国和睦，近10年来不曾有大战。如今，贵国天子御疾以来，大战3场，1000人之战12场，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。若能达成和议，使唐人归唐，吴越人归吴越，两国就此罢兵，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。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，和议之事，乃是两国之事。九郎算准了，只要提出和议，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，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。这一来一回，没有个3、5日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。而吴越今夜之危，却不可能拖个3、5日。九郎此意一出，无论和议之论是真是假，至少今天夜里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。正是如此。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，那自然可以当作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。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，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笃定？你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？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，那更好办。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，我愿亲书表彰，奏与当今大王，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顽童，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，吴越前世，国祚不绝。元清兄有决断了？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，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。东主，应是正了。城外、境外东主那边还没有动静。
下去了。胡金丝觐见大王。老令公，老令公，估错了，让老令公受委屈了。大王，臣90岁了，什么事都没见过，些许琢磨，算不得什么委屈。臣唯愿大王能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计两代先王之志。臣即可便是死了，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。老令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，战败不明，剑履上殿，孤还指望着令公为国，青天保驾，开疆拓土呢。跪了一宿，秦郎君，办了一宿的大事儿，还未曾议你的罪。按理说，贪渎成性，阴劫贼人，图谋不轨，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，就这几项罪名，一个寡字，那是逃脱不掉的。求秦郎君救命！我为何要救你的命？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？小人自知罪无可悔，甘愿戴罪立功，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。小人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权。郎君有所吩咐，小人纵肝脑涂地，亦不敢辞。教命以下：程昭月私藏甲胄，因续死事，勾结敌国，图谋大逆。以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夷三族。教命以下御史台，从亲卫都调100人，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，将程昭月拘拿归案。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，将差事办得仔细些，莫叫人挑出错处来。小人叩谢秦郎君活命之恩。山岳社，这。屈水灭火！
对，火势太大了，不能太上身。听见了吗？一群鼠辈，待到秋来，9月发，我花开后，百花上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紫泉宫殿，锁烟霞，欲去无城作帝驾，欲兮不远，归日角。尽凡应试，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其一重问后庭花。这是程昭月的仪表。孤在问，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？大王明鉴，这是李商隐的诗。程昭月粗鄙不闻，不过是附庸风雅、垂死狂吠而已。大王不必挂怀。其一重问后庭花。这贼子是在骂姑，他是在骂姑，是陈叔宝，在骂姑，是杨广。待到秋来9月8。
青哥，方才一哥和一哥诵的是谁的诗啊？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能说？回先生的话，亲亲相饮是不能说。上前来。亲亲相饮，乃圣人伦常大义。你这亲亲相饮，用错了地方。大郎来了啊！除我以外，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？没有。找我何事啊？衙内带枢密掌管府中内务，此人最重规矩，不该小人知道的，小人不敢问的。小乙哥，小乙哥，哎，小乙哥找我何事啊？啊，算了，先不着急说事。哎呀，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瓮老酒，你差人取来，我先解解渴。哎呀，我说从哪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？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？啊，藩楼的酒肆吗？哎呀，我哪有那胆子？我是看枢密不在，想讨口好酒，舒活筋骨。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？我刚自晋中来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。官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2个时辰了。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。他还知道来信啊？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，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先生，这诗是我要送的，亲哥并不曾送，姨哥却是跟着我送的。先生要罚，只管罚我，姨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。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？黄巢。黄巢是何人？反贼。一哥儿，回去坐吧。黄巢是反贼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唐末之际，藩镇四起，党争不断，烟患涌世。举国上下，无一人用心于治道。税捐严纳100年，苛政荼毒天下，人活不下去了，才会揭竿而起。你饿了要吃东西，这不是罪；你想法活下去，这也不是罪。黄王御军入长安，安民书所及之处，京畿百姓迎粮引从，单食胡浆以迎之。兵败关中之前，这黄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。造反了，如何不是贼？何为贼？残民以惩，是为贼；荼毒百姓，是为贼；苛政虐下，是为贼；盗掠人才，是为贼。商汤伐夏桀，文武除纣辛，都是造反，却不能称为贼。周易有云：“谓之革命。”什么叫革命？治世用法，治军以律，诛除苛暴，定乱安民，便是革命。周易上说，汤武革命，顺乎于天，应乎于人。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著的这一出，藩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，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。大兄，给阿姨请安。既是开了蒙，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理，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。是，谢阿爹教诲。大兄，是弟弟的错，
大兄不要责罚一哥。哎呦，呵呵，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！啊！钱家今年要减购。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，其实就这么个意思。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，兵马一动，事事都是钱粮。再加上夏秋两季，5、6个州连降暴雨，10几个县都闹了水灾。光赈济这一下，5月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。而且，钱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，这么一来，发往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。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。钱家老九，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。我不信，这样的人会为了少供些钱货，便对朝廷扯谎。如此，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。确实不好办。不然我找你干什么？昨日副帅还说，年后3军的犒赏还有好大个口子，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。